朋友你好，我是雪莉。1969年，在俄罗斯科迈罗沃州的提苏尔区有一个乡镇叫拉扎夫奇克。有一天啊，矿工们正在深70米的矿井中挖掘着，忽然一名矿工发现了一个很大的石棺。现场负责人当即下令停止所有的挖掘工作。众人将这个沉重的石棺运到了地面，敲打掉边缘固化的油膏。当棺盖打开的那一刻，在场的人全都惊讶得目瞪口呆。他们看到了什么呢？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位绝世美女，她被浸泡在粉蓝色的液体里面，液体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晶莹剔透。女子身材高挑，约有180公分，年龄看起来30岁左右，具有精致的欧洲人的特征，睁着一双深邃的蓝色大眼睛，头发是浓密的深金色的卷发，双手白皙纤细，叠盖在身体上，指甲修整得很平整。她穿着一件质地透明的白色衣裙，长度到膝盖以下，短袖上还绣有5颜6色的花纹。棺中的美人看上去像在沉睡中，姿态安详，栩栩如生。人们根据发现石棺的所在地，称她为提苏尔公主。对于这个惊人的发现，矿方负责人迅速禀报地区当局，当局派出的消防员、军队和警察蜂拥而至。当天下午2点左右，飞来一架飞机，空运过来10几名的军人，他们立即下令封锁石棺，封锁整个发掘地点，并宣称这个地区有传染病，列为危险的传染地带，强制命令现场人员全部离开。由于当局强行执法，还引发了居民的抗议和骚动。军方打算把石棺拖到飞机上，因为石棺太重了，他们决定抽出棺叶来减轻石棺的重量。可是当抽出棺叶之后，公主却以人眼能够观察到的速度迅速变成了黑色。恐慌的军人们只得匆忙再倒进棺叶。1分钟后，公主的脸颊上再次泛起了红晕，整个身体又恢复为栩栩如生的模样。军方把石棺交给了一个科学研究队，他们在实验室里开始了研究和调查。5天之后，一位老教授来到小镇，发表了科学团队的初步报告。这名教授说，这个石棺的发现将改变人们对历史的认知，在不久的将来，它将震惊科学界。这位教授说，石棺埋葬的年代至少有8亿年。8亿年，这可是直接挑战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呢。也就是说，石棺中的女子埋葬于古生代的石炭纪时期，比恐龙的出现还要早数百万年，远远早于地球上煤炭的形成。按照现代的观念理解，8亿年前的地球还是一个连绵不绝的植物王国呢。我们每次做文史大观园的节目呀，要查阅很多的资料，找相关的图片、影片。但是呢，很多我们想看的内容都是有地区限制的。像是 Netflix 这样的流媒体平台，它向不同国家提供的节目是不一样的。所以呀，即使你付了完整的月费，还是有数千部的节目你是看不到的。而我们用 ExpressVPN 就可以打破这种地域的限制。比如说吧，像《功夫》这部影片，在美国就看不到了，但是要更换成德国就可以观看了。除了 Netflix， 像 Disney Plus、Amazon Prime、BBC iPlayer 等等资源库，你都可以用 ExpressVPN 来解锁资源。还有啊，对那些英文不太好的华人朋友来说， ExpressVPN 有一个很实用的好处。这些朋友如果直接看欧美 Netflix 流媒体平台的节目啊，会感到很费劲。但是呢，如果用 ExpressVPN 把网络位置更改为新加坡滨海湾，那么 Netflix 上所有的节目就都会有中文字幕了。ExpressVPN 可以安装在你所有的设备上，不管是手机、电脑还是电视，运行会非常的顺畅，完全没有缓冲。福布斯、CNET、TechRadar 等世界知名机构评价 ExpressVPN 是 No.1。如果你也想和我们一样
不用额外的付订阅费就能自由观看大量精彩的影片，请点击我们在描述框中提供的链接 expressvpn.com/culture history， 你就可以获得额外3个月的免费服务。好，下面我们继续来讲今天的故事。公主不服这个事件本身就足够惊人了，更让人困惑的还不只是这些。对于科学团队的研究结果，后来媒体披露了几个细节。公主躺在如水晶般的粉蓝色的液体中，看来这种液体具有超强的防腐和保鲜的功能。专家鉴定棺液，发现里面含有多种最古老的类似葱和蒜的成分，但是其他的成分无从探知。当初军队运送石棺，为了减轻重量，暂时抽掉了棺液，结果公主迅速变成了黑色，军人只得再倒进棺液。仅仅1分钟之后，公主迅速恢复为栩栩如生的模样。这说明棺液具有快速修复的功能，而且修复细胞的速度不会因为经过了数亿年漫长的时间而失效。果真如此的话，这无疑对当今科学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根据目击者的证词，众人打开棺盖之后，看到美人穿着一件质地透明的白色衣裙，但是实验室至今无法分析出布料的成分。用现代的科技手段，既探测不到衣服的原料成分，也无法合成。专家声称，生产这种布料的技术人类尚未发明，也不存在能够生产那种面料的机械装备。公主的头部有一个黑色的金属盒，长方形，边角呈圆形，有点类似于今日的手机，大小约为25×10厘米。西伯利亚超心理学家瓦迪姆·格里辛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他认为石棺中的女子有可能是一个仿生机器人，出现在史前一个强大超文明时期。根据格里辛的说法，提索尔公主一族预见到了他们的文明会因为与亚特兰蒂斯人的战争而毁灭，因此他们挖了一个很深的地穴，以便安全地保存重要的信息传给未来。他们设定了时间，位于头部的金属盒应该是向仿生机器人发送的信号，以便日后将其激活。一旦激活公主，她便会拥有强大的能力现身地表，向人们传达有关曾经存在的超文明成就。也有人认为那个黑色的金属盒或许是一个感应器，用来监控棺内的环境，一旦出现异常，就会自动调节棺液的成分，以免棺液失去保鲜的能力。经过8亿年，公主也没有腐烂。对于这个石棺主人的身份，曾有研究人员提出那是外星人。当科研人员分析这个女子的基因后，证实她的 DNA 与现代俄罗斯人的 DNA 一致。也就是说这个美丽的公主是今天俄罗斯人的老祖宗。当时就有俄媒戏称，今天我们和这位8亿年前的老祖先一模一样，没有任何的进化。当石棺棺盖刚被撬开的时候，现场有一个大胆的好事者，用指头蘸了一点棺液，尝了一下。不幸的是，1周以后他就疯了，并于第2年2月冻死在自家门口。此后发现石棺的6位先驱者相继死于非命，人们纷纷传说他们是受到了石棺美人的诅咒。俄罗斯法学院院士瓦列里·马勒旺尼当时是特殊机构的历史学家。根据他的说法，1972年，时任科科博负责人尤里·安德罗波夫下了一道命令，封存矿井。在上面的强行干预之下，内处发现了石棺的煤矿，从此停止了运作，而且还被彻底填平了。石棺于1969年9月发掘出土，1年之后，一支特种部队来到了拉扎夫奇克小镇，由来自军方的考古人员进行挖掘。根据军方的说法，他们在这里又发现了2具石棺。至于考古细节，被当时的科格勃列为机密，至今没有对外披露。
那么这个绝密的石棺事件又是如何披露出来的呢？在科格博的封锁下，神秘的石棺事件沉寂了许多年，一直到了2002年，一篇文章的出现，唤醒了人们探索的热潮，从此风靡不衰。这篇文章是制宪委员会主席奥列格·库里什金写的，发表在第145期《哈卡斯报》上，题为《8亿年的女士》。库里什金说，前苏联情报机构科格博的一位退休上校在秘密部门工作了许多年。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上校离开了科格博。不腐的公主和石棺事件就是由这位上校披露出来的。文章发表之后，引起了一阵轰动。意外的是，一位读者看到报道后，提供了另外一份证词。他说，大约20年前，当时我还是世界上最大的俄航公司的一名年轻专家，偶然间在奥伦堡机场的酒店中听到一位中年 Mi-8 直升机机长的故事。机长说，他曾经在一个边防部队中服役，是前苏联的科格博情报成员。有一年和队友执行了一项任务，运送石棺。石棺是从煤矿的深层挖出来的，而且石棺里还有人，不是木乃伊，是人，仿佛栩栩如生。我当场反驳机长说，煤炭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化石，人类是无法进去的，因为那个时候人类根本就不存在。但是那名机长坚持声称，他所看到的都是真的。这名俄航专家从不同的来源听到了同样的故事，顿时像触了电一样，勾起了他的回忆。于是神秘的石棺、8亿年的公主等说法逐渐风靡，成为俄罗斯的都市传说。这个传说一直燃烧到2012年的3月。最初在报刊上披露石棺事件的作者奥列格·库里什金本人出现了。库里什金说，2002年8月，我首次在阿巴坎市的哈卡斯报上发表了题为《8亿年的女士》这篇文章。我隐瞒了科格博上校的真实情况，因为那是他提出的条件。这篇文章发表后的第2天，我就出了车祸，所幸并不致命。或许这只是偶然吧，但是这也真的太巧了。之后，来自联邦局好心建议的电话便接踵而至。因为不经意间，我泄露了一个可怕的国家机密。2013年3月11日 ，REN 电视台制作了一期关于探讨提索尔公主事件的节目。REN 制作组采访了事件的目击者，一位煤矿地质学家。这位地质学家说，除了发现不腐公主之外，还发现了其他的墓葬。他说，1973年军方解除了拉扎夫奇克镇附近的挖掘点，这一点也得到了前情报机构专家马勒旺尼的证实。REN 电视台制作组称，装有提索尔公主的石棺已被送往莫斯科，由专家组成的科学团队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据称，有外国间谍觊觎古墓，企图寻找有价值的文物和相关的重要资讯，在提索尔区遭到了警方的抓捕。在 REN 电视节目的尾声，摄制组并没有给这个8亿年不腐的公主盖棺定论，也没有为这个故事画上句号，因为事件的本身留下了太多的疑点。虽然案件疑点重重，但是众多学者研究提索尔石棺的文字记录充满了很大的魅力，人们探索提索尔公主的热情始终不减。有的说她是仿生机器人，是史前的超级文明留下的遗物，有人推测她是一位时间旅行者。不管石棺公主的真实身份究竟如何，只要其中的任何一项发现被证实，都将颠覆现有的知识体系。正如那位西伯利亚老教授所说，这一发现将否定达尔文进化论，人类对自身历史的认知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观众朋友，您对这类事件是怎么看的呢？欢迎您在留言区发表您的看法。感谢您收看《我是大观园》，我是雪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